中国死神方便职业生涯最恼火的一次，二话不说扛起泰国百胜泰拳王就往擂台下边扔。要不是他让方便丧失了理智，他也不会受到如此惨绝人寰的遭遇。死神方便毋庸置疑是中国搏击界的佼佼者，更是中国搏击界和格斗界的标杆性人物。很多新一代中国选手都是奔着方便去的，都想成为方便这样的大人物，在擂台上大杀四方，向世界拳坛证明中国力量。拥有超高连胜战绩的死神方便，挑战书更是有一大摞。这一次方便的对手是泰国百胜泰拳王魏先猜，他是与考克莱和波球同一地位的选手。尽管没有波球年轻，没有考克莱对泰拳的了解程度，但这位老拳王可是正儿八经的泰拳老拳师，扬言方便连胜不真实。在他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么厉害的人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方便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方便，黄色短裤是魏先猜，是要载入历史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坐在我旁边的王梦祥曾经在武林坊创下过29连胜，而今天的方便也参加29连胜。今天如果在第3场比赛获胜的话，将打破你的记录。我觉得记录就是跟后来人破的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记录并不是目的，我们传承。方便的战术性击打特别有效果，灵活的步伐移动加上果断的出拳出腿，很快就控制住了魏先猜。此时的魏先猜想发起进攻是非常困难的，甚至连一次进攻都没有打出来，并且还要时刻遭受方便所打出来的所有进攻招式。有点生气的魏先猜遇见了更加生气的方便，于是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。刚才我们场裁判这个毛青宇对于方便进行了口头的这个劝告，因为你接腿摔只能什么说接腿一拳一腿，或者用挑摔可以像这样给他抱起来那么高。方便的进攻极具有压制性的同时，还非常具有强大的压迫性质，坚决不给魏先猜任何一次实施有效进攻的机会。毕竟魏先猜最引以为傲的进攻就是重拳出击，真要是挨到了他的一次攻击，恐怕方便会出现站不稳的情况。于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作战计划在方便脑中形成，非常丰富，经验非常丰富。对，但是方便也是一位非常的这个富有经验的优秀选手，况且呢非常的冷静，所以说两位可谓说是老将啊。在这台上，我觉得比的应该是除了这种技术之外，除了这种体能之外，我觉得比的还是一种经验都非常。没办法的魏先猜开始实施腿法进攻，方便不给魏先猜实施重拳出击的进攻距离，再加上方便的步伐移动非常灵活，魏先猜想把进攻打在方便身上。首先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，除去必做的事情以外，还要时刻保持警惕，以免方便的突发猛攻，这就让魏先猜信心尽失。今天这个方便第3场比赛虽然碰到了老拳王魏先猜，但是方便绝对不能小视，他比赛现在也太丰富了，他打过395场比赛，你想想。是的，而且他很会抓机会。打不出进攻的魏先猜一直在诱导方便实施有效进攻和主动进攻，然而方便并没有中计，有把握命中魏先猜的进攻，方便才会精准打出。但凡出现一个小失误，那么等待便会有很大几率挨到魏先猜的重击。中远距离和内围缠斗的进攻策略，不断攻击着魏先猜的心理防线和战斗意志。风格其实很像的都是比较沉稳的，比较有战略的，比较有思路的选手所以说两位沉稳到一块去了，看比谁沉稳。倒计时，第2回合开始了。上一个这一方便连胜战绩不真实的外国选手，肋骨被方便打得粉碎，光在医院进行治疗就治疗了好几个月。方便的连胜战绩确实很高，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怀疑。真实情况确实如此，方便的连胜战绩是他用拳头一点一点打出来的。羡慕嫉妒可以，诋毁诽谤就是不可以，这就是对方便的污蔑和诽谤。这样非常的深刻，记忆犹新场裁判毛青宇再给这个魏先猜进行读秒，刚才是方便一记后手重拳把他打累，被读秒一次的魏先猜这才意识到他与方便之间的真实差距。赛前他有多质疑方便的连胜战绩，此时就有多相信方便连胜战绩是真的，没点真实力，就算是伪造也会有被揪出来的那一天。然而方便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，遇到质疑连胜战绩不真实的外国选手，方便只需要用拳头来帮助他说话。这些东西对一定要放下这种包袱你看，尽管在第2回里面
方面重击过魏先山，但是他也不盲目的进攻，盲目的我就是冲上去猛打就要 KO 你，他没有。所以说他拳头有多硬化就有多硬。魏先猜这位泰国选手确实有点实力，毕竟是与考克莱和波球平起平坐的老牌拳王，比赛经验比方便丰富，作战计划和战术打法也比方便多样化。可是魏先猜已经老了，已经过了打拳的黄金年龄。对比之下，尽管魏先猜各个方面都占据比赛优势，然而方便只需要占据一个年轻气盛的优势即可，便可将魏先猜成功击退。手普遍的拳法上，和我们中方选手相比较来说，出一定的劣势，所以说方便的优势还是在于拳。对，他的几级重拳啊，还是很有优势的。现在我都看到有的观众是把他的上衣都脱掉，再给方便喊呀，让他出动作打。但是魏先猜有点慌了，内心出现了不可置信和慌乱不已。方便把比赛距离和比赛节奏控制得非常好，根本不给魏先猜任何机会，无论是出腿还是出拳，首先就要经过方便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出来。就算打出了进攻，那也无法精准命中方便。看到逐渐丧失理智的魏先猜，刚才还心智不稳的方便逐渐开始恢复自主意识。你要对手出动作，你出动作我拳法能打出来，之后我后者的重拳才能发挥我的威力。今天方面真是太谨慎，小心翼翼啊，太小心翼翼了。毕竟你在3场那场比赛里头，我们所有人认为你的那场比赛能够 KO 这个莱斯特，扑得太凶，比赛刚开始阶段，方便要不是心态出现了点问题，也不会扛起泰国拳王就往擂台下别扔，这完全不符合逻辑。经过不断的对拼和扰乱魏先猜的心智，此时的方便比任何人都要冷静。第2回合也即将结束，觉得这是主要的。我觉得至于多少场，马赛走进安徽淮北男子80公斤级比赛，中国是方便从泰拳王魏先猜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。在第2回合之前休息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个方便的助理方便急了啊，也给他说，第3回合开始了，魏先猜的心态彻底出现了大问题，然而方便的心智干扰依然在持续进行。当下的魏先猜拳套出现了问题，需要暂停比赛来进行调整。魏先猜太难了，不仅要时刻提防方便所打出的怪招，还要保护头部和重要躯干，结果魏先猜的脑袋都快被打烂了，连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有实施出来。但每一场比赛呢，都会全力以赴就好。对啊，所以说这种心态要放开。刚才方便了一个转身的后蹬，现在还要逼进去，逼上，不逼扫要骚对方，让对方的方便不是拳打脚踢就是大脚丫子踹脸，这让本就脾气暴躁的魏先猜变得更加暴躁不安。反击迟钝的魏先猜一次便宜都没占到，还要时刻遭受方便的霸凌。比赛已经来到了第3回合，魏先猜已经被方便欺负了7、8分钟。即便如此，方便依然不甘心就这么放过魏先猜。不是谁都可以质疑方便实力的，但凡要质疑，那么他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现在方面应该要把节奏带开，主动进攻，对，不要往里一拳就贴上去，一拳打贴上去。对，是的，把节奏带起来。好，他就想机会，他就想以完美的胜利结束这场比赛，他就想 KO 这个魏先猜。你看，所有的力量用在这个后手重拳上。是的。方便就如同大军压境一般威猛，随时都可以攻破魏先猜的防守，直捣黄龙。在没有遇见方便之前，魏先猜可是大名鼎鼎的泰国百胜泰拳王，拥有100场胜利的同时，还拥有超高人气和地位。在遇见方便之后，魏先猜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整场比赛连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有打出来，并且还被方便赤裸裸的揍了一顿。再来，瞄准了。他打上就打不上。今天出现了2场这样的比赛，看似这个实力悬殊很大，但就是 KO 不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只防守了，我不进攻了，你怎么 KO 啊？就是不给你 KO 的这种机会，不给你 KO。方便随时都可以 KO 掉魏先猜，但凡魏先猜的防守减弱一点，那么方便下1秒都可以帮助魏先猜睡觉。眼看赢不了比赛，魏先猜也摊牌了，就是把防守放在第1位，就算是输也不能以被 KO 的方式输掉比赛。你想 KO 我那也不容易，我就靠着围绳，你打了。是的，我把头防好，你想给我防着你后手的这个直拳、重拳就行了。是的
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，肯定方面会赢得他第3场比赛胜利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对，只是现在方面想 KO 对手。在整场方式，比赛结束了，魏贤才真挺可怜的。赛前很狂妄，扬言方便战绩不真实，结果在擂台上被方便暴揍了9分钟，还差点被扔出擂台，被打爆脑袋。要不是在最后的时间拼死防守，死神方便定会让他体会到被打睡着的滋味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方便打几分？在国际理事会，一个全新的记录就诞生了，也许诞生了。魏贤才虽然打了很多年的比赛，但他依然是属于井底之蛙的存在。方便的连胜战绩都是他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，并不是依靠赛事方和裁判获取。超高的连胜战绩在他看来就好像是编造的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死神方便来给他免费上一课，让其清楚看到来自中国力量所带来的压迫感。